当你是某一个领域比较专业的资深的玩家的时候，最怕的不是遇到一些不懂的人，而是遇到一些自信满满的却只有半桶水的人。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我在葡萄酒领域亲身遇到的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实经历。是星期二，每个星期二我们跟南宁的小伙伴们有一个盲品聚会，所以我要带一款非常经典的阿根廷马尔贝克。这款酒呢来自苏珊娜巴博，中文名叫做苏珊娜巴博这是阿根廷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庄呢，它是由苏珊娜巴博这位女士成立的，在1999年。虽然呢历史不特别的悠久，但是这位女士苏珊娜巴博是在1981年成为了阿根廷首位女性酿酒师。这款酒呢是叫做 Criollos 呢是他们主推的而且最常见的一个品牌。Criollos 是在当地语言就是后代的意思就是苏珊娜巴博呢想用这个词来象征它新一代的葡萄酒，也象征了这个葡萄酒的传承。你们可以看酒标下面呢有3个手掌大的是苏珊娜巴博的手，然后下面2个呢是象征了他的2个孩子。所以阿根廷马尔贝克呢毫无疑问这个是经典的葡萄酒，很值得拿去给他们盲品。我想大家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今天又收到了一个粉丝的私信，然后那位朋友呢就是非常自信，就讲到一些错误的观点，然后当我纠正的时候呢，他还是会坚持他的一些立场所以我就想我觉得可以做这样一个比较好玩的一次主题，就是分享我亲身遇到过的一些比较尴尬的一些对话。王信刚到办公室，我得赶快把这个酒给藏起来，不然他会作弊的。我把酒藏起来的，不给你看。你不要过来，我帮你挑盲品的酒。我不看。印象最深的一次呢，是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应该是2008、0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对葡萄酒的了解其实非常的浅薄但是懂一点点。我那时候呢，我已经去了波尔多去考这个波尔多葡萄酒讲师的认证，然后好像也开始学了 WC 3级好像吧。到那时候呢，我在南宁的雅欣口公司工作。当时我们有一个专卖店，然后专卖店的店员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客户在投诉我们的酒，怀疑是假酒，然后他说是因为那个 size 的问题，然后我就让店员让这个顾客就是跟我通电话，然后通电话的时候呢，那位客人就是没有听得出我是法国人，他以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可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想法，然后他跟我说，你们的酒呢，袋子上面没有标注年份，也没有标注酒庄的名字呢，那肯定是有问题，肯定是假酒。然后我就很客气的跟他说，其实法国没有这么一个规定，没有规定说袋子上面必须得标注年份或者酒的名字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刚从法国回来的，我懂的。然后我就也很耐心的跟他说，那行吧，我说那今晚上呢，你有空的话呢，你就出来我们的专卖店坐一坐，我请你，然后呢，我就向你请教一下，然后就很委婉的。结果呢，到了晚上，那个客人呢还真的来了，然后一看到我这个外国人面孔，他就愣了一下，他跟我说，刚才是你跟我通电话呀？我说是啊。那个size是怎么样来着？我们现在去盲品，盲品的场地呢就在木塔
就是昨天我发的视频里 Ricky 的新葡萄酒吧。有，这是谁？这是冠军啊！地板肯定是啦，地板都没有什么对手的。哟，这么尽心的。我老是你。我遇到的另一个难缠的顾客，就是呢，他说我们的一些葡萄酒上面呢是法波尔多的，然后这个主标上面呢写是美洛直辖州是merlot cabernet sauvignon，然后这位顾客呢很自信的说，你们这个酒呢肯定是假酒。我说为什么呢？因为在法国呢，的 AOC 呢是不允许标注葡萄品种。我跟你们说，完全没有这个说法。有没有标注品种呢？一样的是酒庄来自己决定的。一般来说，法国人对这个葡萄品种的没有太大的概念，但是并不等于你不允许标注这个品种。反过来，如果你是出国到国外，到新世界、到美国市场、到英国市场等等，当地人可能对这个产区的名字可能没那么敏感，但是他们对葡萄品种可能敏感度就更高。所以很多的酒庄会选择标注这个葡萄品种的酒标上面，尤其是在用于出口的时候。满分的只有卢比是阿尔萨斯的。哟，要紧哦！只有朱老师全对。哇，这是一款来自亚拉古的霞多丽。我天哪！哇，这个酒好冰啊，就像军哥的心一样。我带的不是冰酒，我敢肯定。我觉得这个酒呢，就像那个军哥的笑话一样冷的，对吧？一样冰的，是吧？为南宁炎热的冬天增加了一丝凉爽。南宁最近短居事业比较发达。开始。等等，不只是中国会有的问题的，我跟你们说，别以为这个葡萄酒呢是外来品，所以我们肯定不知道的。其实呢，我跟你们说，法国人对葡萄酒的认知也不高。上一次呢，我们跟王鑫和华生回法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个小活动，然后我带了一瓶来自法国罗纳惠谷的教皇新堡产区的红酒。那么当地的葡萄酒通常的湿度精度比较高，因为是一个很炎热、很干燥的一个环境，结果酒精度呢会偏高。那款酒是一个比较高端而且那个度数很高的15.5度好像。然后当时有一个法国的一位女士就看到我带的这瓶酒，就说：“你这款酒呢，朱利安是有问题的。”我说：“有什么问题呢？”知道吗？葡萄酒呢是不允许是14度以上的。我说没有这个规定。然后他就很自信的说：“你确定吗？你确定吗？”说这是我的工作，我是葡萄大师，我还是稍微懂一点点这些方面的东西。是吗？我怎么记得那个14度以上呢是不允许呢，都是假酒。所以你看，法国人有时候呢也不一定懂，就像不一定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懂茶一样的。来，这个是香格里拉的霞多丽，它有一些轻微的贵腐菌感染。酒庄没猜对，哎呦，有那么厉害哟！我们拿出来。是龙珠。对了，知霞。哦，知霞。做牛仔做的酒。我也个。20年。Make sure you get it in the tape。对。小龙珠，你要杀到北上广，然后在我老家开个。来，我的酒吧。非常标准。时间到了。只有一个人对，很多人呢写了中国马瑟兰，只有阿斯对了。哇！标准的阿根廷的马尔贝克，这个是祖卡迪的，不是，L Mingo 的那个，不是，他是不是吗？不是，
哦，苏珊娜巴伯了。不要。还有一次呢，在我老家斯特拉斯堡的一家餐厅，比较高端的餐厅，是当地的最好的一家。当时老板做服务员，然后我点了一瓶我老家阿尔萨斯的一款雷司令，来自 Domaine Ostertag， 然后他就带的这款酒呢，明显是那个温度过高了一点，我就向那个老板说了，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冰桶，稍微把它冰镇一下，然后他就用那种很了不起、很鄙视的眼神就看着我，你确定吗？有点可惜哦，这个温度合适。一样的问题就是人家那个自以为很懂，但是确实这个就不能太冰，但是也不能像红酒18度，对不对？所以说，也哪怕是在这个做餐饮业方面呢，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很懂酒。好的，这款酒，法国的马瑟兰。南法的南。阿斯领先104分，第二名 Ricky 100分，第三名还是我82分，恭喜阿斯利，恭喜第二名。遇到了这么多哭笑不得的一些经历了之后，我就在其他领域的专家的面前，我真的会很少说很肯定的说话，因为我知道我的认知不一定是正确，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一样的，在面对稍微专业的人的时候，还是谦虚一点，然后学点东西吧。你们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呢，这个是所有的领域都会出现的一些所谓的拥有半桶水的人。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吧。